你要解的多广就有多广。四思明。哦，君子有九思。思是什么呢？思是呢，省思、反省、思考，对自己的行为检视一下，好不好？对不对？叫九思。从哪9个方面看自己的行为呢？四思明。诸位家长，我们刚刚所讨论所有的教育问题，当你的孩子发生情况的时候，你看到眼里能不能明白问题在哪？那你四思明，是不是？所以在你这个周遭发生的问题啊，你看得清楚明白，那你叫四思明。好，比方说你认识这个朋友才几天而已，好，你从他讲话的态度，你从他做事的方式，你就要清楚他这个人的行为处事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你要会判断。所以我们说啊，要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要看得清楚，看得清楚。相同的，别人为什么孩子教得好？别人各方面为什么能够处理得很好？他的原因在哪里？你要看得清楚，是吧？就好像今天，蔡老师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一些，那我为什么可以跟你们讲这一些？你们假如懂得来问我，那你就可以了解到整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形成的。好，所以我曾经去一个4年级的孩子，4年级的班级，他们这个学了《弟子规》之后，成绩还是很优秀。所以诸位家长，成绩好不一定品德好，品德好一定成绩好。为什么？抓到根本拉起来。你抓到枝末啊，他品德不一定抓到，他那个成绩啊，也只是一个学业分数而已。但是现在的人很难放得下，很难放得下。所以我劈头就讲，我每一场演讲几乎一开始，请问呢，98分跟100分差2分重要，还是教孩子一生正确的态度重要？好，底下的人异口同声。态度重要，说很好，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家长在干哪一个事儿？是吧？讲都很容易，所以你看家长示范的虚伪，说跟做一套，道理跟生活一套，所以你这样的态度要赢得我们的下一代对你尊重，容不容易？不容易。我到深圳去演讲。有一个孩子第一次听我演讲，回去写日记。蔡老师说呢，《弟子规》不是拿来背的，而是拿来做的，写在日记上。第二次呢，我到一个初中演讲，跟初中1、2、3年级演讲。他跟他妈妈说我要去听。小学1年级，他妈妈呢为了给他听呢，还下午请假，来听课程。听完之后呢，刚好我们提到一个立志，立定志向。结果他妈妈回去就在车上就问他了，他说：“蔡老师说要立志，那你有没有立志啊？”后来他就说：“他说我以后要做像蔡老师这样的人。”好，你看这个孩子很有善根啊，非常善良。后来呢，我上个礼拜5到哪里演讲？到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深圳的分院。我到那里跟研究生演讲。研究都是研究生。就讲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又说他也要去听。听得很专心哦。这个偶尔还跟他的妈妈在那里交头接耳。他不懂他问。不懂他会问。四思明。品德好，学习一定快。对，品德好，你呢懂不懂得这样去判断？所以你看这个孩子读书还要人家催嘛，抓事情要抓根本啊，不要抓枝末啊。今天要抓30个粽子，怎么抓？拉一条线起来吗？
从他的什么那个结啊，歘，全部都起来，你还一直在那拉，然后喷的整个身体都是嘛，是不是？钢举啊，木章啊，抓起来，品德下去。哦，所以这一班的学生啊，品质很好。哦，我就去跟他们呢聊聊天，一聊呢2个小时，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问。哦，我都佩服他的学习态度比我们成人强太多了。好，当然呢，他这一班的学习效果啊这么好是结果，请问原因在哪里？4年级的孩子，你回答得出来叫事实命，不然你只去了啊，好乖啊，孩子好好啊，回来没事了，这个经验不干我的事。你看人生几十年，很多人在过这种日子，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哦，到时候自己又发生一些状况，怎么是我？怨天尤人，搞不清楚。别人好在哪，别人不好在哪，要看得清。见人善，见人恶，其内省。你叫做随时随地学习，这个重要。好，所以我一看呢就知道原因在哪。好，这个老师可以半夜去拜访每一个优秀的学生，然后把他找来。有没有口试啊？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他的学生表现优秀？小孩子受大人影响最多，所以家长会教，老师会教，这一班学生铁定好。但这一班学生是住校，1周5天跟老师，所以他能有这样的思维能力，谁教的？老师教的。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你要看门道还是看热闹？好，好，这事实。他的孩子问了一句话，他说：“蔡老师，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决定要把《弟子规》弘扬到全世界去？”你看这个孩子思考，不看结果，他往原因探索，孩子的敏锐度很高。那这个老师呢，因为呢常常跟他们讲这些圣贤人的故事，所以他的思考能力啊，在一个故事当中快速累积。他看到了，这个人怎么存心，怎么用心，他会去向这个圣贤人学习。好，这个叫思思。再来听思聪。现在有一个人来找你，好，有一个人来，好，比方说我来找你，我跟你说哦，你要小心他哦，他那个很会利用人哦，利用完之后，他就把你甩了，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好，听完了，啊，你再遇他的时候呢？他跟你讲说，他都没有提到我，好，都没有提到我，好，你要怎么判断这一个情绪？这个叫不打自招。为什么？一个虚的人啊，内心怎么样？焦躁，而且这个喜欢是非的人啊，他有一个特质。控制欲望特别强，人家不跟他在一起，他没有安全感，他又怕人家去跟别人好，他先下手为强，但是他下错对象，他假如下到的是听思聪的人，那他是自己把自己讲大。为什么？我们去理解一下，一个真正有涵养的人。他绝对不赞成是非越来越多，他希望人与人和乐一点，所以纵使他是非了，他也不会去讲这些是非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是非已经太多了。
所以他有一种宽恕之心。所以呢，一般的君子不会跟你讲这个东西，所以你要会听。再来，假如他是爱护你，然后呢，他是就事跟你论事的时候，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这叫听事中。还有呢，人比较含蓄，尤其中国人，他呢希望你做什么或希望你帮什么忙呢，有的他不会讲的，直接。这个时候你只要听出呢别人的一个需要，那你又力所能及，这个时候要做一个什么？顺水人情，就帮他一下，要会听。好，要会听。好，比方说呢，朋友来了，说吃饱了没有？我说吃饱了。这个叫什么？没吃。赶快弄点东西出来，要会听。好像我有一次演讲，因为人太多了，有一些老师呢，他为了招呼客人，就招呼完就坐到旁边去，后面去了，坐到门外去了。下课了，下课之后呢，他们还要整理桌椅嘛，整理完之后呢，2、3个老师就过来，蔡老师，我们今天都没有好好听是从人家说我都没有好好听，就是他想听嘛。那刚好我们明天也要过来吃个饭，好，明天吃饭我跟你们讲一下，好，明天晚餐呢我们一起吃，他就很高兴。但是事实上也应该这么做，为什么？人不要想自己辛苦，你想自己辛苦你就体恤不到别人的辛苦。在这一个整个演讲过程，一般的人觉得谁最辛苦？对，所以他们一定觉得我最辛苦。但是事实上也有非常多的人投入了这个辛劳的工作里面。当这个时候你又懂得去体恤那会一团和气。所以人与人的人和都不是偶然产生的，都是你点滴的存心用心，让人家觉得如沐春风。所以我们看在眼里，到他们那里呢，都已经1、2个月了，每一次呢课程排得满满的。我这一次1个礼拜呢讲了11场演讲，这个叫不是人干的。去了1、2个月真正没有跟他们坐下来聊聊天、吃过饭。为什么？太忙了。但是他们毕竟是这个中心的人员，也是主人我们要顺这个人情，坐下来吃。结果那一天呢，哇，那个这一餐饭还真长，吃了快11点，他们还不肯结束。就一边吃一边聊，一边吃一边聊，觉得很难得。刚好礼拜5嘛，隔天又放假，就这样聊过来。所以你看他们那个中心的7个老师从来没有缺过课。他从来没有缺过课，谁得最大的利益？他们自己。可是我们很高兴为什么？看到别人学习成长，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的人都明白一点，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有智慧，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生活过得幸福，每一个人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圣与贤贤可循之，这个是我们绝对相信的。所以有更多的人，他深入这一些智慧，深入这一些圣人的经典，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快乐。所以我现在人生往这个孟子的3乐迈进。孟子第1乐是父母俱存，兄弟不助，那真是快乐。一个人至亲没落父母跟兄弟。父母那不用说了，兄弟呢？你这一生陪你最长的人是谁？
是你的兄弟，是吧？一回相见，一回老。每一次见呢，每一个人都慢慢变老。人生几十为兄弟，人与人能当兄弟，那不容易啊，很难得的缘分啊。人与人当中聊天啊，很愉快、很契机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好，各位家长已经9点了。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时间是假的，时间在哪里？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心中。好像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比喻哈，爱因斯坦啊，他说，假如一个超级美女坐在你旁边，你觉得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假如旁边坐一个什么？一个蚂蚁，如果它在热锅上的话，就感觉时间。哦，蚂蚁假如在热锅上，哇，就感觉时间在绿绿的。所以就是说，你假如生病很痛苦，你就觉得度日如年。啊，假如呢是你最喜欢的事情，你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好，不过哎，这个举例啊有瑕疵。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举例子很重要，为什么？你每举一个例子啊，就让当场的人啊受影响。假如这边都是男生，还有让他的脑中又出现一个讲话要谨慎，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好，听是聪，都要会听话。那当你听到别人的恶意的时候啊，要怎么样？子贡问孔子，有没有哪一个字啊？终身奉行，老人家讲这个字，恕道。恕道，其实恕道宽恕了别人，也宽恕了自己。所以这个听是重，再来摄施温。摄施温，这个摄施温难度最高是在什么时候呢？初见面，初见面，有时候我们一演讲下来，新面孔是上百人啊。好，那有一些人，因为每一个人行事风格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你第一次见面呢，有可能会遇到很冲的人，哇，马上就冲过来，怎么办？不能帮助他，最起码不要跟他结冤仇。好，有一次我演讲完，差不多有400个家长，有一个家长拿了一张纸列了好多问题。他说：“蔡老师，中国文化像你说的这么好，为什么第一强国是美国？”就噼里啪啦跟我讲了一堆，好，我就好，讲完之后你好好看看啊，好，他就走了，是吧？因为这个社会的人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但是你这个时候假如动气了，旁边的人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动气？不知道，所以你就很可能造成别人对你一些不同的印象。我们尽量避免设施。好，有一个家长，他听完课之后跑来我前面，他是什么呢？学生家长会的负责人，一个女士哈，也还蛮年轻的，30几岁，负责人，她就是带动家长来帮忙付出的。好，我跟他讲10大垃圾话，他马上就给我抄去了，然后又跟他讲怎么做汽水，他就马上来去做给学生看，啊，非常用心一个家长。他见我第一次，他跑过来跟我讲。他说：“我的孩子能交给你就好了。”好，你看我的表情怎么样？我不敢答应，我就笑一笑。结果这个家长很有意思，刚好有一个老师啊，在另外一间学校，刚好认识我，我也去他们学校，结果他们2个是邻居。出来有一天演讲，在聊天，好。
刚好聊说，我最近去听一个演讲很好，就是聊起来说啊，同一个人，你可不可以约他出来？结果呢，他就约我出去喝茶。君子坦荡荡，把它讲出来了。就是说约我去喝茶。结果这个家长跟我讲什么呢？他说你还没有讲课我就已经观察你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鞠躬鞠这么下去。你看，涉斯温貌斯恭，你的表情举止都在给人家印象，给人家一种感受。他说后来我演讲完这个校长上去之后我又顺手把这个黑板插完下去。所以呢，这两个动作呢，他就说一定要见我。后来他也如愿以偿见了面。后来他也去听我的家长，也去听了几节课程。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表情，你的举止，都是给人影响。那事实上呢，这两个人相由什么生？所以因为你的言谈，所以当你那时候心念起了一个很不高兴的时候你的表情就会流露出来。到时候人家就会对你有一些看法，那就不必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你说，哇，那蔡老师，你这样不是很痛吗？不会。其实你常常表情都是随着喜怒哀乐控制不了，那才真痛。你很能够平和的去面对很多情境，都是一种善意，一种欢喜心去面对任何人，感觉起来就很好，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明明刚刚来的时候脸很臭的，到最后怎么样？转掉，对你客气了，涉斯温，貌斯恭，言师庄重，事实重。恭是外在的，内在的心境。言是忠，言语这个忠呢，中国字会意字，心呢不偏。你讲话有偏颇有刻意替谁掩护你的言语怎么样？不忠。诸位当你对一个人有掩护有偏颇，请问对这个人好不好？不好。对别人的印象，那我们干嘛干这个一点好事都没有做？是不是？好，所以你人一用好恶解决事情，绝对没有好结果。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你一个老师对好学生特别好，你以为你在帮他吗？对坏学生特别凶，好学生也没有被你帮助。因为他看到一个老师居然这么偏心，对好学生来讲，他有别的帮助；对坏学生来讲，一辈子不尊重老师。所以这个都没好处。事事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有事事敬，从哪里看到呢？你马上答应人家一个事情，最好能够拿一本簿子写下去。你马上前一天晚上稍微看一下，明天有这件事，不然你到时候没做了，又在那里，不好意思，我又忘记了。这个时候你看你那个状态好不好？是吧？常常要跟人家解释，我太忙了，对不起。讲久了怎么样？讲久了对自己都觉得虚虚的，对别人印象就越来越不信任你，所以事要实尽。对事情要恭敬。今天有一个人发了一个短讯给你，诸位的电话我刚刚留下来发短信，有时候临时通知比较方便。发短讯给你，今天蔡老师的课改在25小，你收到了，应该怎么
别人帮你做一件事儿，是吧？那你要去体恤到人家是在替你服务吧？那你一定要给人一个交代，不然他抓不住。你要处处替人着想，要在这点滴细微当中。所以很多人都说，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好，你在他细微之处看出他有没有替别人着想，都看得出来，是吧？你说一个人处处替人着想，走起路来人行道都被他们占满，你说他能替人着想，你相信吗？小事办不到的人，大事办得到。小事点滴都不会替人着想，你说他很善良，可以去做大事，不可能。为什么？万般都是从他的心，行为都是从他的心出来的。所以心啊，不管小事大事，你都可以洞察出他的处性。好，所以很多人说蔡老师很会看人，其实这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很复杂。所以你不要把很多东西想得太困难。我说你用弟子规看人一定准，骗不了人。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要事事尽。再来，疑师问。刚刚这位家长疑师问，哎，学问什么？日积月累，点点滴滴积累上来。所以有问题赶快问。好，你这个疑师问啊，跟你做事态度也会相应哦。你今天有问题的都先摆相同的，你事情来了啊，你也会把它摆。然后呢，很赶之后再去做，你常常就疲于奔命。好，所以这个疑师问啊，也是代表一个人办事啊，主动，求学主动。有没有人说做事很主动，求学不主动？不可能，心境问题。疑师问，问事啊，注意哈、劝我们注意啊，愤怒之后啊，很难收拾，很难收拾。话一出去啊，要抓回来原来的状况一步，容不容易？所以古代人劝我们啊，绝交不出恶语啊。人跟人当中，你气愤一起，绝对不能爆发出来。一爆发出来，那个裂缝一开啊，这杯子摔破了，再怎么缝起，再怎么连起来啊，都还是一个裂缝。所以要谨慎。你很多的同事关系，很多的家庭关系啊，很有可能都是因为这个愤怒就拿不回来。所以我们要谨慎。好，那我们现在来怎么压下来？你实在是不行了哈，赶快去上厕所，是不是？好，赶快去上厕所。好，你假如快爆发了，你就弟子规一直念。或者你有宗教信仰，赶快请出来，是吧？耶稣基督啊，弥陀佛，什么阿拉什么，通通出来了，对你有稳定你心境的，你要赶快用上，问题啊。好，再来见得失义。这个很重要。任何你要获得的东西，你要想想合不合乎啊道理，合不合乎道义。今天你在那个工作上，刚好呢，人家来拜托你们公司，那你那个工作呢，跟他要办这件事很有关系，晚上就来你们家敲门，好，敲门经过呢，东西就给你放这，怎么办？怎么办？很多人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很普遍。所以我们呢，不拿，有没有道理？
现在这个时代随波逐流的现象太强，太强。你拿了一次你这一生洗得干净吗？你洗不干净的。所以连工作上要胜于死，胜于一开始，也要胜于死。蔡老师那这样怎么办？我假如不拿，工作就做不成了，到时候要被人家排挤。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人以群分，对啊，你何必要强求？强求之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的名节统统赔上去。告诉你，当你这个名节能守住你冥冥当中的阴德很厚这个叫必有后福人那个如意算盘没学会，只学会那个珠心算的算盘，没学会人生经营的那个如意算盘。所以这个要不要学？要学待会不是待会，以后了。朱子治家格言里面太多的内容都有讲到，见色而起淫心报在亲缘，密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这些道理都是很有意思的。往后我会举一些例子给你，就会看到我们讲话要有凭据。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实际例子。实际例子，好，讲完了没有？下一次再跟你讲一次可能差不多7成都不一样。为什么？每一个人生的大道理都会随着你的人生体会历练、经历又有不同的注解解释。所以诸位家长，这9诗我很喜欢这9诗，为什么？君子在孔夫子的《论语》里面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什么，只要是提到君子的句子可能超过50句。这到底君子要怎么做？最简单就是这9个，你每一天可以拿这9个来省思一下，相信你的言语行为，还有你的态度都是朝着一个君子之道。你不要说蔡老师这样讲，就是四书不用看，不是这个意思。这个9个是一个纲领，你要对这个纲领越熟悉，你看这个四书越了解这9个道理。好，所以呢，刚刚讲到朱子治家格言，我们今天就讲经这个经名讲。刚刚讲治家，要从自己，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治家从哪里治？所以回归回来，学朱子治家格言时，我们先把朱子治家格言做到，再来教导你的孩子。所以要从自己开始做，我们说的修身，再来齐家。所以很多事情小大圆融你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我们来看一下，来，治国要不要勤劳？要不要让人民勤劳？治国不要让人民1粥1饭，当吃来处不易？要不要？所以这些理绝对相容。所以这个就是平天下不理这一些原理原则，但是你还是要从根本找到根本的人心怎么样？平。
时时会反省自己的人，心平气稳；时时检讨别人的人心绝对不平衡。好，这个很微妙的。好，所以《吕氏春秋》有一段话很好：凡事本，所有事情的根本在必先自身，诚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所以为天下者，一个治理天下的人呢，不于天下，于什么呢？于他自己的自身开始做。你看这个《吕氏春秋》写得好，也是找到根本。所以这个跟《大学》相应，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什么为本？修身为本。好，所以你务本的人，家庭绝对开始动；你不务本的人，动不了。好，所以抓到根本很重要。好，所以我们这个治家也要讲到先治己。格言，这些格言都是呢经历啊。经历几千年，为人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启示的言语，好，所以采访成朱子治家格言。好，黎明即起。我们刚刚讲黎明一早，你睡得很晚，好，睡得很晚的话，他整个人的状态一定会懒散，一定会怠惰下来。一定会怠惰下来，好，所以这个曾国藩先生曾经讲过，看一个家庭兴跟衰，看3件事，哪3件呢？第一个，看他睡到几点，好，所以不厌其，不厌其就是不可以睡太晚，睡太晚一定败。你看现在孩子，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大学也好，都睡到几点？一有机会猛睡啊！哦，有的居然呢去玩回来之后可以睡1天1夜。好，为什么？这些孩子太好命了，因为他没有一些固定的应该去承担的责任。好，他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所以很放纵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一高兴呢，也可以看电视看到2、3点，然后隔天再给你睡到中午，叫他吃饭也不一定叫得起来。好，整个时间、生活习惯都乱，他治学问可以治得扎得深吗？绝不可能。他所治的学问是什么？是知识而已，是考试用的。所以这样子去读书的人，迟早出状况。他那个不是真实学问，所以人一生真正最重要的能力是与人相处的能力，那不是成败关键。我们要从这里来。好，所以他一懒散就会表现在很多方面。所以从小让他早睡早起的习惯很重要。你让他越小养成习惯，他之后就习惯成这样，不容易改变。假如你现在，虽然他还小，没关系，让他玩。哦，礼拜5就给他看电视，看到11、2点，好，隔天又睡很晚。这个就是什么呢？你帮老师添麻烦。为什么？这个叫礼拜1症候群。是
是吧？孩子回去之后呢，5+2等于0，啊，在那里5天呢还很乖，回去2天都放纵了，所以礼拜一来呢，看那些孩子的一个无精打采的样子，这个我们教过是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是呢，家里面就没有规矩，这个很要紧。无规则不成方圆。一个人行为没有规范，犯不了大事。犯不了大事。好，所以呢，这个曾国藩先生提到，第一个要早起，第二个要劳动。看，所有这一些成功的看法都一样，就是第一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不就是要早起，然后要劳动？这个家主假如不看书啊，一定败。他说这3样可以去看一个家主是兴还是败。所以你看朱子治家格言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个叫英雄所见略。我们现代的人就是太聪明，硬是要去变出一些这是我的，以前的人没说过，有没有？现在强调什么？创造力，他要创造这个世界毁灭，不然他不担心。创造力啊，从哪里出发？很重要。你一个孩子存心没有为人着想，你给他创造力来干嘛？来干嘛？发明原子弹的人来干嘛？是不是？发明很多那个，反正比方说堕胎药，比方说这一些，反正就是一些不是很好的东西，他也要创造力啊。有一个孩子说创造力很重要，我就问他，秦桧有没有创造力？他说有。我说对呀，没有创造力的人可以用这么大的谎言，然后用12道金牌把岳飞召回来吗？所以创造力不是根本，有一份仁爱之心才是根本。想到自己，想到别人，2个人啊，所以叫人啊，会意志啊。所以一个人有替他人着想之心啊，他所显现出来的创造力，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舒服。这个孩子啊，看你回到家里啊，很累，他马上想到，赶快去端一杯水，是吧？他马上想到你有什么需要，他的脑筋啊，思维非常活跃，这个才好。所以你要训练孩子是思想活泼，懂得替人着想，而不是很随便。你看那一些综艺节目主持人思虑快快，他用在哪里？挖苦别人，是不是？在聊那一些八卦的时候，观众笑得都快翻了，但是他的存心都是什么？所以这个大人不要猛笑，这种节目要关掉。我很多同事啊，我说你们看那个吴宗宪的节目嘛，这个给吴宗宪看我也不怕，不做相怨。你今天看了这个节目，你觉得好不好笑？他们说哇很好笑啊。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他不对？他说我当然知道他不对。那旁边在陪坐的这些小朋友，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他不对？不知道啊。他学到了，是不是？所以很多大人做的一些事啊，都想得不够，想得不够周密，不知道这一些广阔的一些影响力。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第一句，也没讲完，叫内外整洁，就是洒扫庭除，勤劳的时候呢，这个家庭显得整洁。一个环境整洁啊，让人家看起来非常的舒服，非常舒适，非常舒适。所以你的孩子啊，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他很自然的觉得干净是自然，整齐是自然，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之后呢，当他看到哇这几本书乱了，他就不由自主怎么样？把它摆一下，好，把它摆一下。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诸位家长，大家晚上好。我们上一次呢是刚好是朱子治家格言第一堂课，第一堂课，那今天是第二堂课。诸位家长，你听完第一堂课之后，目前在你的脑子里面有留下哪一句印象最深？我是说上一堂课里面有提到的内容。我不可以翻哦，这个翻的话就代表印象不深刻。好，这个时候还要翻笔记呢，代表上一次听的哈，听了只有在耳朵，没有到大脑，更不可能到心里面去。所以呢，你今天在听演讲的时候啊，是用你的耳朵听，还是用你的脑子在听，还是用你的心在听？效果会不一样哦，好，效果会不一样。好，我们上一次提到治家格言，治家首先要先治谁？治身，自己。好，所以中国的学问当中，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不管你是各行各业，你的地位高与低，最重要的，你要治家以前要先什么？先修身，自身先把自己的这一些道理啊，自己要先做到，自己要先做到。所以修身当中啊，最重要的，你要给孩子啊当一个好榜样，也就是以身作则。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朱子治家格言的一个态度啊，应该是先每一句我自己有没有先做到，每一句我自己有没有先做到，所以您今天从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你给他什么样的模范？比方说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曾国藩先生说，一个家庭的兴与衰啊，你可以从3个角度看得出来，3个角度看得出来。第一个，有没有早起？第一点是有没有早起。假如父母本身都睡得很晚，都睡得很晚，那他的孩子会怎么样？上行下效。所以很多妈妈呢，我常常就说，这个会问孩子，你这个早上妈妈有没有做早餐？很多孩子都回答妈妈还在睡觉，妈妈还在睡觉。好，我们来看这个情况早餐都变什么呢？早餐变成呢2块钱、3块钱放在那里，这个叫早餐。有没有吃进去？家长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去买早餐？很多孩子啊拿了之后啊，到学校去呢，他有没有买营养的早餐？有的都买进电动玩具店里面去了。所以很多孩子早上不吃早餐，因为呢钱已经花到打电动玩具去了。尤其这一些电动玩具店啊，都会在哪里？学校附近。大人都不一定有定性了，小孩有没有？没有。所以现在很多家长觉得花了钱事情就办成功了，对不对？不见得哦。所以我们曾经举例过，你让孩子去补习啦，花了钱有没有效果？不见得。所以孩子很多正确的习惯，你应该要很清楚的去陪他建立起来，而不是你花了钱之后就会有效果回来。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我看他补习补那么多，我就劝他，
我说来，老师跟你讲啊，你补4科太多了，每一天都要补习，你补2科就好。学生怎么回答？他说老师不行，我们那一条路上的所有的小朋友都补4科，所以我不能只补2科。你看孩子他到底补习的目的在哪里？人家都这样子了，所以我也要跟着一样补习。他没有去想到补习的目的在哪里。补习的目的在哪里？后来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补那么多科啊，不见得有用。你看你自己读书的时间都没有，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只要补2科，又可以省2科的钱。另外这些时间啊，拿来复习。更重要的是上课要怎么样？专心。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开始观察很多补习的孩子啊，出现了一个现象，就像我们《弟子规》说的“勿轻略”。对于上课啊，不可以轻率，不可以忽略。但是补习的孩子啊，容易轻率，容易忽略。为什么？因为假如今天刚好老师在上课的内容啊，他补习的时候已经补过了，他会怎么样？同学，这个我会，我听过了。他的态度怎么样？傲慢，态度呢就容易轻率。好，假如今天上的课啊，他没听过，他的心里又告诉自己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啊，补习班老师又会上。那他会不会全神贯注？不会。所以很多家长啊，你花钱不见得有效，因为你没有确认你孩子第一个学习态度，第二个回家读书的态度，这个对他才是最真实的能力。还有，考试以前啊，补习班都会做一个动作，把这一科不管是语文，不管是社会科啊，所有的重点，他都帮你整理好了。所以孩子，他每一次就说啊，赶快我拿着这一些重点，赶快死背活背。请问他有没有自己整理过重点？没有。所以孩子啊，不止上课容易不专心，他没有形成啊自己读书的态度，自己读书的习惯，他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一些孩子我观察都是临时抱佛脚，然后要考试前都抱着那几章在那里猛背。所以我也从我自己啊整个读书的过程体会到，我在5、6年级的时候跟一些同学成绩平平差不多，但是一上初中之后啊，这一些小学就已经补习的同学开始落后我，而且那个距离啊越来越大。所以我从我的学生也印证我当时候在小学上初中的时候，为什么这些同学都后来就一直跟不上我，因为他那时候的读书习惯都是靠着老师，我们的读书习惯都是完全怎么样，靠自己。所以你越早让孩子啊能有独立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那这个孩子他就越快越早让你不担心。假如你没有让他形成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这一份责任心他没有形成，那请问诸位家长，你必须担心他到什么时候？好，所以诸位家长，您的生涯规划要做好，要赶快把孩子教好，让他呢有独立思考能力，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的中晚年才是真正的可以享清福，不然很难享清。所以这个生涯规划、教育孩子这一文第一重要。你有没有赚大钱还比不上这个教育孩子的重要。这个要规划好。刚刚讲到早起的问题，早起的问题，假如你家长本身不早起，那孩子就不会早起。所以我们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可以去感受到，
每一次我们起床的时候，妈妈起床了没有？都起床了。所以你常常去想到母亲啊，你走下楼，她的身影就是在那里煮粥啦、煮饭啦，在那里泡牛奶给你喝，印象深不深？很深啊，不是一天两天啊。哦，所以当你离开家庭的时候，好，当你在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醒过来，这个脑子里浮现这个妈妈这些辛苦的影像，对母亲啊，感恩之心怎么样？油然而生啊！现在很多妈妈都是少奶奶，是吧？做事呢也保姆做，睡觉都睡到9点10点。孩子的脑中啊，会不会感觉到妈妈的辛劳？感觉不到。好，所以呢，孝心啊，不容易升起来。好，不容易升起来。因为你没有付出啊，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对他的付出。好，所以这个父母要当好榜样。好，我们说哈，你要凡这个努力耕作啊，才会含泪收割啦。好，教育孩子，你觉得要付出，让他能感受到你的这一份爱心。第二个呢，曾国藩先生讲的，除了早起之外，就是要勤劳、勤奋。你看这一个家庭的孩子啊，勤不勤劳？好，这个就牵扯到第一句话里面，同时含摄了这个曾国藩先生讲的2个重点。第一个勤劳，第一个早起，所以黎明即起；第二个勤奋，所以洒扫庭除；第三个，曾国藩先生说要看圣贤书，所以现在在看《朱子治家格言》。所以你在学这个《朱子治家格言》的曾国藩先生所提的3点，你都能学得到，进而你把它落实了，那你的家道不衰，家道不衰。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哈，既婚便喜，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好，在傍晚的时候啊。这一些一般啊，巡视家里的这些工作啊，看看哪一些门啊有没有锁住了，哦，这个都是叫孩子啊去巡视。哦，当然很多不只是关门，啊，比方说叫孩子关电，哦，古时候没有电呐，是不是？古时候有没有电？没有电，所以我们读这些圣贤的书哈，要会变通，好，要会变通。你说古时候没有电，但是现在的生活有电了，而关电呢，这个也是很重要，好，不要浪费资源，不要浪费资源。所以你让孩子去负责这一些事情，他就学习了对这些事情负责。所以关锁门窗，关电，啊，巡视一下有没有水没有关紧，这个养成他勤劳节俭的一个习惯。好，当他这些事啊。很习惯的去做什么呢？这个在我们的管理学当中叫做检查的功夫。好，管理学当中不外乎4个重点，叫做 PDCA。好 ，PDCA。好，这个 plan 就是计划。你计划好的是，比方说今天呢，让你的孩子去关锁门窗了。好，每一个人分配好各自的工作要去做。好，他做了之后呢，你们计划好了，他就每一个人有他的本分事，他就赶快去做。做了之后要不要检查？他假如没关好，没巡视好，这个时候一开始你要帮他检查。后来他自己做了很习惯之后，他就会常常去巡视一下，去检查一下他做的有没有错误。好，假如错误了，你赶快教导他，要学会调整完之后重新再做好。好，你不要想说交代孩子做一件事，他就第一次就把你什么做好，有没有可能？没有啦，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摸索慢慢。比方说扫地，有没有一次就扫好？不可能，你不能拿大人的标准量他它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学习过程。
所以你让他负责事情之后，他的责任心啊，他就会放在心上，他就会去检查看看他做的情况、做的结果如何。啊，所以很多的家长他会觉得说，孩子现在责任心不重，责任心不重啊，诸位家长，责任心不重是原因还是结果？这个责任心不重是原因还是结果？结果。那原因在哪里？他为什么没责任心？家长怎么样？没有培养他。好，没有培养他。你从小都不让他做任何事情，他怎么去负责一件事？好，所以呢，你常常都跟他讲说，哦，比方说呢，你帮妈妈擦桌子的、洗碗呢，啊，妈妈减少很多负担，啊，妈妈觉得呢就不会那么累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啊就交给你做。好，那你呢，第一个成全他的孝心，第一个是成全他的孝心，第二个呢，成全他做事的能力。做事的能力，所以我们做任何事啊，你要懂得道理，要有理智啊。很多的家长是说，你只要念书就好了，其他事你都不要管。好，其他事你都不要管，所以他做事的经验非常缺乏，所以他到了一个团体去，会不会主动去帮忙？会不会？你在家里都是坐在那里的，会勤劳的起来吗？